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今天我们来聊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乃是一部超级厉害的古代军事宝典，其作者为春秋时期的杰出人物孙武，众人尊称他为孙子或兵圣。这部著作虽诞生于几千年前，但其所蕴含的道理在当今时代依旧极为有用。这本书篇幅不长，仅6000余字，分为13个小部分，可谓字字珠玑。孙武开篇即说：战争乃国家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战争绝非儿戏，必须慎重对待，因为它关系到百姓的生死，国家之存亡。他主张非战而胜，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最高境界。那么，如何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？孙子兵法书中提到了很多实用的战略，比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意思是说，了解自己和敌人，才能百战不败。还有兵者，诡道也，意思是说，打仗要善于用计谋，让敌人捉摸不透。例如，明明实力强大，却故意佯装弱小，使敌人放松警惕，这便是孙子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。此外，孙子兵法还强调打仗要灵活多变，不可僵化死板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，必须根据敌人的行动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，恰似打篮球时要把握时机传球。孙子提出因敌变化而取胜，即根据敌人的变化来获取胜利。该书还格外重视经济的重要性，打仗需要耗费钱财、粮食以及武器，因此要设法在战争中获取财富，利用敌人的资源来充实自己，此乃以战养战。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古代声名远扬，在当今世界也广为人知，众多大老板和军事家都热衷于研读它，从中汲取做生意和打胜仗的秘诀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来讲孙子兵法的第1篇。孙子说：战争啊，这可是国家的大事，关乎生死存亡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必须仔细研究。为了判断一场仗能不能打，我们要全面考虑5个方面：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先说道，就是要让老百姓和统治者一条心，这样大家才能同甘共苦，不怕危险。天呢，就是天气变化，比如晴天雨天、冷天热天，还有时间因素。地就是地形地貌，比如高低、远近、难易、大小，还有哪里安全哪里危险。将就是指挥官，要聪明、守信、仁慈、勇敢、严格。法就是军队的规矩，比如怎么组织、怎么指挥、怎么使用资源。这5个方面，指挥官都得心里有数，懂行的就能赢，不懂的就得输。所以要好好分析这些情况，哪边的领导更得民心，哪边的指挥官更有能力，哪边更占天时地利，哪边的军纪更严明，哪边的军队更强壮，哪边的士兵更训练有素，哪边的奖惩制度更公平。通过这些，就能大概知道谁会赢了。如果指挥官听我的建议，并且付诸实践，那么他肯定会成功，我应该留下帮他。但如果他不听我的，执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来，那他肯定会失败，我就该离开了。当确定了对我们有利的条件，并且得到了支持后，
我们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，来辅助我们的行动。所谓的形势，就是要根据有利条件灵活调整策略。战争啊，其实就是一场骗术大赛，明明实力很强，却要装成弱不禁风；明明要行动了，却假装兵不动；明明在附近，却让人误以为在远方；明明在远方，又让人以为近在咫尺。还可以用利益去引诱敌人，趁他们混乱时攻打。如果他们实力强，就要做好准备；如果他们太凶猛，就要暂时避开；如果他们易怒，就要扰乱他们；如果他们谦卑，就要让他们骄傲；如果他们安逸，就要让他们劳累；如果他们团结，就要离间他们。要攻击他们没防备的地方，出乎他们的意料。这些战术都是兵家取胜的秘诀，是千万不能提前泄露的。在打仗之前，要先做好谋划，比较双方的优劣。如果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占了上风，那胜利的机会就大了；如果发现自己处处落后，那赢面就小了。准备充分的多半能赢，准备不足的很难取胜，更别提那些根本不做准备的了。根据这些观察和分析，咱们就能预见到战争的胜负了。赤壁之战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著名的战役，东吴与刘备联军利用火攻大败曹操水军。此战中，联军巧妙地利用了天上的东风，还有地上的长江和赤壁的地形优势，再加上周瑜、诸葛亮这些将领的智慧和勇气，还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和战术安排，实现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特别是诸葛亮借东风的传说，更是体现了对天的精准把握。再来说说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，东晋以少胜多，击败前秦大军。东晋将领谢玄利用诡道，即孙子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，近而示之远，故意让敌人以为他们准备逃跑，诱使前秦军队追击，然后在淝水边设下埋伏，趁前秦军队半渡之时发起攻击，成功打乱了敌军的阵脚，取得了胜利。还有古罗马的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，率领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，出其不意地攻击罗马军队。汉尼拔的这一行动，相当于孙子所说的远而示之近，即看似不可能的行军路线，实则成为了制胜的关键，展现了高超的战略眼光和对地形的深刻理解。日本战国时期的统辖间之战，织田信长利用诡道，通过假意求和、暗中准备的方式，突然袭击了金川义元的本阵，实现了对强大敌人的快速击败。这一战例体现了孙子兵法中攻其无备、出其不意的策略。孙子兵法的纪篇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聊作战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